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上期视频我们一起聊了聊美国的银行破产历史，还有巴塞尔协议。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第一宗商业银行破产案——包商银行破产。包商银行在破产清算时，总体负债整整2200亿人民币，令人瞠目结舌。那么包商银行为什么会破产？又为什么会挖了一个2200亿的大窟窿？又是谁会为这2200亿买单？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包商银行。包商银行是一家总部位于内蒙古包头的城市商业银行，成立于1998年。除了内蒙古外，包商银行还在宁波、深圳、成都、北京设有分行，在国内总计有18家分行，291个营业网点，员工8000多人。百度百科的资料显示，包商银行在国内地方商业银行实力不俗。从2006年至破产前，中国银监会风险评级为2级，全国城市商业银行10大好银行。2010年甚至被亚洲银行家杂志评为亚洲银行500强，排名第10位。然而风暴总是来得让人措手不及。201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宣布，鉴于包商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决定接管包商银行。这在中国商业银行史上还是第一次。包商银行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会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导致被接管？首先，什么是信用风险呢？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发生大规模取款或者挤兑存款，你在包商银行里存的钱有可能就取不出来了。我们在银行里存的钱不会一直放在银行的金库里一动不动，而是会被银行拿出去放贷，然后银行收回贷款，收回贷款本金和贷款的利息，来支付给我们本金和利息。贷款的利息往往会比存款的利息高出不少，这部分高出来的就是银行的收入来源，这是最简单的银行业务模型。我们的钱存在银行，实际上我们把钱借给银行，这部分钱对银行来说是负债。银行把我们的存款借给企业或者其他机构，这部分放贷出去的钱对银行来说是资产。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储户都一起来取钱，所以银行只要资产负债维持在一定的比率，是不会产生太大的风险。上期我们讲的巴塞尔协议本质上就是规定了让银行保持安全的资产负债比率。银行资不抵债就是银行的资产小于负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银行风险管理意识淡薄，贷款业务过于激进，发放了过多的贷款。第二点是银行发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了，可能是贷款人没钱还，贷款企业倒闭等原因，这就造成了银行坏账。贷款虽然收不回来了但是储户来取款时可是连本带利1分都不能少的。这样一来，银行的资产就会越来越少，负债就会越来越多，最终导致资不抵债，储户取不出钱来，最后只能自己破产倒闭。包商银行的困境也可以简单这样来理解。那么包商银行的资产究竟去哪儿了？或者说包商银行的贷款都发放给谁了？为什么说这些贷款会变成坏账，收不回来？造成今天包商银行破产主要是因为3大原罪。第一原罪是明天系数年的资产侵占。包商银行通常被业内认为是明天系的核心资产。明天系又是何方神圣？明天系是肖建华为核心的公司集团，控股3家 A 股公司以及无数分布全国各地的分公司，是中国大陆数1数2的资本操作代表。2016年新财富500人富人榜中，肖建华以500亿元财富排名第14名。明天系最擅长的伎俩就是注册空壳公司，利用空壳公司来套取银行贷款。明天系拥有的空壳公司有上千家，内部人士透露，明天集团有1层楼专门用来放公章，并且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包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明天系的原始贷款可能是几百亿，但是每一笔贷款放出去都成了不良贷款，之后一直借新还旧，滚动延续，或者换一家空壳公司再去承接坏账，连本带利不断滚动。
多年下来利息几百亿，中间费用也是包商银行出的。很多空壳公司就是为了在审批贷款的时候用，过了没多久就注销了，即使是恶意逃债也从来没有被追讨。明天系在包商银行的贷款自2017年以来3年内分文未还。在包商银行破产清算时，明天系通过注册209家空壳公司，贷款347笔，从包商银行套取信贷资金1500亿元，全部成为不良贷款。第二个原罪是包商银行内部对于明天系项目封闭运作，只要是明天系相关公司的融资，所有的业务和风控都只是形式。2019年11月，包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振西被带走调查。李振西是明天系老板肖建华一手提拔的。李振西1961年出生于包头市，是记者出身，做过官员，30多岁时转行到了银行。1998年，包商银行由包头多家城市信用社改制成立，李振西历任包商银行科技支行行长、业务发展部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行长，于2008年9月任董事长，任职长达11年。负责包商银行重组的人说，包商银行太混乱了，而且是越往上越混乱，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几乎烂透了。负责做明天系相关业务的客户经理明明知道这些业务是不良的，但是只要不停的展期重组，换个空壳公司掩盖就行，客户经理仍然能够获得绩效提成，这在包商银行内部被视为明天系集团给的封口费。于是原本要分析经营风险，要风险收益相匹配的银行，内部的经营文化却变成了只要冲规模就能拿提成，不用对银行的风险利润负责，全行变成了开足马力做不良贷款。包商银行高管在2016年到2018年的平均薪酬为500万元左右，董事长李振西3年以来的平均薪酬均超过了700万元。要知道，银行业业绩最好的招商银行行长年薪才400万元。另外，包商银行内部回扣现象严重，费用报销腐败。包商银行员工说，银行的公司金融市场部门跟客户吃回扣，做业务拿提成，报销大量的业务发展费，这部分费用约数十亿元。银行内部腐败优汰劣胜，曾经有位老员工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做业务，出差都尽量住便宜酒店，后来因为一个支行的票据案件进了监狱。其实这个案子是包商银行被骗了，但是银行就是选择不报案，让老实人成了领导的牺牲品。正常做业务的员工因为不参与作恶，就相当于没有交投名状，分不到好客户，而没有额外收入，就没有办法贿赂上级主管，业务也做不开。第三个原罪是内蒙古银保监局的腐败。银行如此大范围的腐败，如此多的不良贷款，包商银行的监管机构不可能不知道。银保监会的人透露，当年内蒙古银监会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几乎只剩下1个人没有被查了。那么包商银行这2200亿元的大窟窿要如何补上？谁会愿意为此买单？最初央行希望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政府部门不提供援助的前提下，通过收购包商银行的股份，填补资不抵债的缺口。但是由于包商银行的损失缺口实在是太大，没有一家战略投资者愿意参与重组计划。于是央行采取了收购承接的模式，由公共资金填补1700亿元。这部分资金来自于存款保障基金。2015年，国务院颁布存款保险条例，设立了存款保险基金。根据条例规定，银行需要向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投保，并每6个月交纳1次保费。保费可以用来应对银行管理风险。如果银行破产倒闭，个人存款者可以获得最高50万元的偿付，7个工作日内结清。而此次包商银行破产，央行对个人储蓄存款本息实施全额保障，对大额机构债权提供平均 90% 的保障。截至2018年，存款保障基金规模达到821亿元，而此次包商银行破产就动用了1700亿资金，缺失的部分由央行再贷款支持。在公共资金填补了1700亿元之后，包商银行重组终于有了进展。央行牵头新设立盟商银行，承接包商银行的所有业务，分别有多家机构向盟商银行注入资金，存保资金注资66亿元，持股 27.5%， 徽商银行出资36亿元，持股 15%，
建信投资出资12亿元持股 5%， 内蒙古财政、包头市财政以及当地其他国企出资121亿元持股 52.5%。包商银行破产重组终于尘埃落定，2200亿元的大窟窿也被填上了。这个窟窿表面上看是央行、地方财政的资金，但是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纳税人。而我在想，中国仅仅只有这一个包商银行吗？希望是。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